这是一部极其瘆人的恐怖电影，不是因为它的画面有多可怕，而是因为整部电影看下来，更像是村里老人口口相传的恐怖传闻。今天要讲的这部电影，就是与灵媒、咒、哭悲并称为亚洲4大恐怖电影的南屋。阿昌和燕子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一对夫妻，当地人大多供奉着一个名为拿督公的神明。阿昌作为一个原住民，也是拿督公的虔诚信徒，而燕子则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外来人士，根本不相信什么鬼神之说，甚至会在拿督公的神像前晾晒内衣。夫妻俩还时常因为此事发生口角。这天，阿昌在神像前发现了一条小蛇，他慌忙上前追打，结果不小心把邻居阿南家的门板给砸了个大窟窿。附近的邻居们都围上来看热闹，而这户邻居家里还没有人在，夫妻俩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晚上吃饭时，阿昌埋怨燕子，都是因为他在拿督公面前晾晒内衣，惹得拿督公不高兴，化成一条小蛇，这才引祸上身。燕子刚想反驳，忽然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，原来是邻居阿南回家后发现房子的门板坏了，拎着锄头找上了门，嚷嚷着要阿昌赔偿。阿昌被迫拿出20块钱，可这点钱哪里够？阿南依旧是不依不饶，好在南妈的阻拦，他才勉强同意，说他会先拿着这20块钱去买门板，不够的话还会再来找阿昌，然后就气冲冲的离开了。燕子透过门缝看到阿南骑上摩托去镇上买木板，心想自家的门板不也被你砸坏了吗？你怎么不赔我们呢？就在他无奈的修补门洞时，却听到外面有人说阿南去買木板時發生了意外。阿南電話交俾我度，你同我學攞啲經背，他天氣浪頭看醫，我好驚哦。听到这些的燕子隐隐感到不安，睡觉时也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睡。半夜她又透过窗户看到南妈在神像前祭拜，嘴里好像还念叨着什么，然后盯着阿昌家的房子看了好一会儿才转身离开。第二天，燕子就听邻居说南妈因为儿子的死伤心过度，连夜回了娘家。燕子心想这也很正常，可很快她就发现阿昌有几件衣服忽然不见了。起初夫妻俩都没有在意，直到阿昌捕鱼时忽然晕倒在河边，好在附近有几个玩耍的孩子，及时叫来几个大人把阿昌给抬回了家。燕子见状急忙拿出备用药膏，在人中以及太阳穴等部位反复涂抹，阿昌这才慢慢醒了过来。众人都以为他只是中暑，便没有放在心上。可又过了好几天，阿昌的状态依旧没有好转，眼神也变得更加呆滞，甚至还出现了呕吐的状况。更诡异的是，燕子竟在他的呕吐物中发现了几枚钉子。大病数日的男人忽然吐出了几枚钉子，燕子赶紧带着阿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他只是食物中毒，回去吃点药再多睡会觉就没事了。可燕子亲眼看着丈夫的状况越来越差，上前询问护士真的不用住院吗？还拿出阿昌吐出的钉子给他看。可谁知护士却说好好的人没有吃钉子怎么会吐钉子，还说如果燕子相信这些，那就不该来找医生，而是去找巫师。燕子只好先带着丈夫回家，可半道上出租车似乎被什么重物压抛锚了，好在最后还是安全的回到了家。但燕子却感觉阿昌的病越来越蹊跷。第二天她就带着那些钉子去附近的五金店对比，却没有发现一家卖这种钉子的店铺。很快阿南的头七到了，南妈请来巫师为儿子做招魂仪式。来到神龛边上后，南妈大声呼喊儿子的名字，紧接着她又在巫师的指导下一边做着皮影戏一边念着超度文，希望能和儿子见上一面。此时病入膏肓的阿昌听着外面的仪式声音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嚷嚷着要下去给南妈道歉。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阿南，或许道歉后自己身上被下的降头也能解除，可他自己根本没有站起来的力气。而燕子压根就不相信降头这一回事，只感觉仪式的声音吵到了阿昌休息，当然他也没有带阿昌出去道歉。而另一边的南妈也不知是法力耗尽还是过于劳累，忽然晕了过去。在醒来时，仪式已经结束了，忽然他又好像听到了儿子的声音，循着声音一路来到了神龛前，看到了被卡车碾压浑身是血的儿子。南妈没有一丝的害怕，抱着儿子痛哭了起来。当天深夜，神龛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怪异的男人，只见他像个野兽一样从神龛里爬了出来，嘴里叼着一撮稻草，扭动着身躯爬进了一旁的水稻田里。一番摸索后，整个人就像平板一样躺在了稻田里。自此之后，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阿昌的病情依旧没有好转。一向不信鬼神的燕子也终于妥协了，在朋友的带领下找到了一个神棍，此人自称能够通灵，请拿督公附身。只见他一阵哆嗦后，就以拿督公的口吻责怪起了燕子，问他为什么丈夫病了2个月才来找他求助。燕子只好解释自己的家乡没有人供奉神明，化身拿督公的神棍也不再追问，说阿昌是上山时随地大小便得罪了山神婆，这才被下了降头。接着神棍在一段狰狞的表演后，从口里吐出一杯红色液体，让燕子回去后给阿昌喝下。这个男人被下了降头，不但经常大小便失禁，甚至呕吐时还会吐出钉子。妻子本是个无神论者，但2个月来阿昌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，病急乱投医的燕子找到了一个神棍，神棍吐出一杯红色液体，让燕子回去后喂给阿昌喝。可燕子看着这恶心至极的红色液体，严重怀疑是神棍的胃出血，可为了丈夫，她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。不过为之前她先用过滤网过滤了好几遍，最后还要再煮一下才肯给丈夫喝。可就在煮的过程中，2个儿子刚抢回来，燕子只顾着和儿子们说话，等再想起来时，锅里的药水早就被煮干了。可总不能再去找神棍吐一次吧？想到神棍先前说的话，她决定去后山祭拜一下山神婆，祈求她能原谅丈夫。她带着贡品来到供奉着山神婆的山洞，刚要进行祭拜，就听到身后有一个女人的声音传来。得知了燕子的来意后，女人说山神婆其实是古时候中国泉州的一个公主，来到此地后被一个邪恶的巫师看中，逃走时被巫师下了降头，才被困于此。她本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，绝对不会因为随便大小便的事情而加害于人。听到这些的燕子意识到自己被那个神棍给骗了。燕子刚回到家，就
就看到2个儿子慌张地跑向自己，说爸爸忽然变得很可怕。燕子来到房间，看到丈夫死死地盯着门前的那棵大树，嘴上还奇怪地说着有人要来找她。燕子不知如何是好，无奈地抱着丈夫痛哭。可第2天，家里养的鸟忽然离奇地死掉，丈夫的病情也更加严重了，吃了就吐，甚至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的状况。燕子崩溃了，她一个人不仅要伺候丈夫，还要照顾2个孩子，家里的生意也要顾着，还有干不完的家务。燕子躲在卫生间里哭泣，终于她又忍不住了，在一个村民的介绍下，找到了10里8乡一个有名的巫师，但此人已经金盆洗手。燕子苦苦哀求，他才同意帮忙。2人盘坐在地上，巫师点燃蜡烛，然后往盘子里倒了一点水，用一根树枝插在上面。观察了一会儿后，巫师问燕子家门前是不是有一棵大树。燕子回答是的。巫师这才缓缓道出真相：阿昌被有心之人下了降头，而降头鬼就攀附在门前的大树上。他让燕子将盘里的水带回去，绕着大树周围浇洒，接着又给了他一把匕首，说浇完水后将匕首插在树根周围，不久后就会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，但不管出现了什么，一定要用黑布将其和拿督公神像一起包裹起来，第一时间扔进大海深处，这样阿昌身上的降头就能解除。回去后的燕子按照巫师说的照做了一遍。第2天晚上，大树上果然出现了一个通体煞白的男人，还拉扯着一条绑着衣物的绳子。此时阿昌已经感觉到了降头鬼的存在。伊来了，伊来行外衫了，等我學好衫，我就對佢走咯。燕子听后立马将丈夫扶到床上，然后关好门窗，独自来到大树下，拿着匕首冲着树大喊，让对方现身。虽然降头鬼没有出现，却在地上发现了一个绳子，他使劲往外拉，结果就拉出了阿昌先前丢失的衣服。绳子最后面还绑着一个下降头用的人偶。燕子急忙按照巫师的指示，将这些东西和拿督公神像包裹起来，准备前往海边扔入大海。可就在他要发动汽车的时候，汽车忽然震动了一下，燕子没敢下车查看，而是直接驾驶汽车驶向码头。整个过程中，降头鬼一直趴在他的车顶上，十分的恐怖且诡异。等他来到码头时，几个船夫却表示忙完手上的活就要回家，今晚不再出海，哪怕给再多的钱也不去。更何况燕子还没有钱。就在这时，忽然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。燕子上前一看，是一个穿着朴素的妇女，她站在一艘小船上，说可以带燕子出海。就这样，2人来到了海上。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煞白的降头鬼格外显眼。妇女说船只能开到这里，让燕子抓紧把事情办了。她刚想回头感谢，却被妇女制止，说千万不要回头。燕子听了她的话，把包裹扔进了大海。随着降头人偶沉入大海，降头鬼也消失了。很快天也亮了，那名妇女却自顾自地唱起了歌谣。燕子看向妇女，这才意识到她其实就是那个山神婆。当初在山洞里遇见的女人应该也是她，正像她自己说的一样，她是一个被害的公主，不但不会害人，反而会帮助他人。就这样，阿昌身上的降头终于解除了，生活也恢复了平静。